大海是一个让人感到寂寞的地方，冰冷又空荡。不过当海底添加了人鱼村庄，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直接梦回人鱼生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从来不修复人鱼的小包。这两天新出了一个模组 Sea Villagers， 感觉很适合人鱼生存之类的海下生存。现在的海底会生成很多小型的村庄，村庄里面有仓库、有房屋，还有装饰性的建筑，基本上都是没有门的。不过整体的色调比较单调，大多数是用石头和海晶石搭建而成。我们可以在任何类型的海洋生物群体中找到它们，里面可以找到一些裸露的箱子，或者在建筑底下也可以找到一些藏起来的箱子。这些箱子里面的战利品有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全部都是原版的内容，和世界各地的宝箱差不多，并不影响游戏的平衡性。就像陆地上的村庄归地面的主人小包掌控一样，这个海底村庄是由海底的主人人鱼们掌控的。他们可以在水下呼吸，却没有在陆地上呼吸的能力，所以当他们在地表生存的时间太久，就会像普通的海洋生物一样窒息。他们的身上披着一层魔法鳞片，拥有免疫三叉戟的能力，大多数时间喜欢待在房子里面，偶尔会出来游个泳。他们还是一种非常友善的生物，就算被攻击了之后都不会反击。这个感觉不就是任我们压榨的村民吗？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人鱼如果被闪电击中的话，就会被转换成村民啊，这就让我不得不考虑一下村民身份的问题了。你们看，人鱼被雷劈的话会变成村民，然后再被雷劈的话又会变成女巫，所以村民作为一个中间形态，应该是掌控着雷电之力的吧？那 MC 中什么武器能掌控雷电呢？那就是这种附魔的三叉戟。那么什么生物拥有三叉戟呢？那就是逆尸。所以说村民就是伪装起来的逆尸。好啊，终于被我给逮到了吧。然后在温暖海洋中可以找到一种特殊的珊瑚人鱼，它们和普通的人鱼不一样，不需要生存在村庄里面，还会像怪物一样刷新和消失。作为海底的村民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是这些人鱼都该有的，那就是交易。人鱼是一种非常喜欢水晶的生物，我们可以用海晶、沙粒、青金石、钻石分别和它们交易3种战利品宝箱，然后打开箱子，我们就可以获得里面的宝藏。这个海晶、沙粒宝箱开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海底垃圾，这里是它的战利品表格，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。然后青金石宝箱就还可以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，有好多的水桶。然后就是钻石宝箱，直接在刚刚的基础上加倍好吧。不过我不太确定拿一个钻石换1到4个铁锭这种事情到底划不划算，反正是我的话我肯定不换。不过这个钻石箱子里面是有1%的几率可以掉落龟壳、鹦鹉螺壳、海洋之心这些比较稀有的物品的。最后如果玩家找不到这个村庄，或者说想在自己家附近弄这么一个村庄的话，模组中还提供了一个祭坛仪式，我们需要收集以上物品，中间有1个钻石块、4个绿宝石块，像这样子摆放在外轴小于50的水下，然后在钻石块上使用海洋之心，紧接着这个祭坛上的珍贵方块就会变成海晶灯，然后一个海底村庄就会以它们为中心凭空生成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模组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是一个挺不错的不影响游戏平衡的模组，可以拿来丰富海底的内容，感兴趣的话可以试玩一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